我们还想打击呢，也会第二个了，扫地后扫地啊。这第三个了，这前扫地，你这个对你老跑，又是一堆，哎，结束了，站着 KO 了。注意看，中国小伙实力强悍，苦练13年恐怖扫堂腿，只为得在今天比赛中暴踢日本人，为国争光。日本选手被踢得哭爹喊娘，惨叫连连。打完比赛，拉着教练就要往当地机场跑，生怕晚走1秒就会被打死在中国擂台上。没有错，这绝对是各位观众所见识过暴揍日本人最狠的比赛。首先，一杆高要旗飘过今天的日本人肉沙袋，进入比赛现场。他就是效忠于日本天皇敢死队的小队长山田裕希。山田裕希不仅担任敢死队队长职位，同时也是日本踢拳擂台上的3冠王，实力强悍、凶残至极，就是他的代名词。对于山田裕希来说，不管是中国人还是韩国人，都是实力弱小之辈。日本踢拳武术可以分分钟将其秒杀，甚至这家伙主动跟赛事平台商量，不用打比赛那么麻烦，可以直接将获胜金腰带和比赛奖金颁布给自己。那样中国选手才会免受挨揍的皮肉之苦。殊不知山田裕希的嚣张言论已经彻底激怒今天的中国勇士，此人就是誉为中华野狼王的散打猛将焦富开。焦富开自出道以来，大大小小参加了几十场比赛，只要与外国人对战，焦富开都会拿出拼命三郎的架势将其击溃 KO。尤其是面对日本人，简直是能往死里揍，就绝不会停手。正是他的打法像极了野狼撕扯猎物的样子，自然全迷粉丝给焦富开评出了中华野狼王称号。好了，废话不多说，为了让更多中国人看到焦富开的精彩表现，麻烦各位帅哥美女长按3秒点赞，小编祝各位早日赚到100万。随着裁判一声令下，比赛正式开始。黑色短裤就是中国选手焦富开，迷彩短裤就是日本选手山田裕希。虽然焦富开的名气地位并没有魏瑞王俊光那般强大，但是不可否认，焦富开也算得上是全迷粉丝心里公认的日本克星。相信屏幕前的观众们最喜欢观看中日对抗赛，所以说今天的比赛，焦富开绝对会为观众们呈现出最精彩至极的比赛场面。他获得过，焦富开现在打得很主动，对，获得过全国那个青年这个散打锦标赛的61的冠军啊。他现在看这距离，现在这个日本的这个山田裕希还敢出手搂抱焦富开，那焦富开绝对不会放弃暴揍日本选手的好机会，残暴顶膝，当场将山田裕希击倒在地。山田裕希也没想到今天的中国选手如此勇猛，于是拿着特别怀疑人生的表情等待裁判读秒扣分。接下来，如果山田裕希还敢在焦富开面前放肆班门弄斧，那就不只是被击倒读秒那么简单了。这个强读，日本的山田裕希就被扣2分。现在山田裕希只有靠这种偷袭啊，移动，然后偶尔打一个等拳。在赛前，焦富开也是清楚的告诉我说，山田裕希啊，可以说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日本选手，是可以说非常的顽强。所以说呢，他说我的进攻不会停止。焦富开一旦发力，山田裕希根本不敢逼近内围。对于焦富开来说，对面并不是日本冠军，只是一个会移动的人肉沙袋罢了。山田裕希此时此刻能做的就是不停逃跑，寻找反击机会。可是焦富开的架势明显是没有打过瘾，持续追击就要暴揍对手，吓得山田裕希犹如狗皮膏药，死死搂抱缓解伤害。这么点，你不是往左边移吗？对，我这么后高边上头，你往这边左边移，然后你往右边移，我这个转身边拳，对，迎击他。击服。焦富开的扫堂腿实在太恐怖了，对着山田裕希小腿就是一顿猛踢。当然，山田裕希只是肉体凡胎，根本承受不住。再次倒地之后，被裁判口头读秒扣除分数。到现在为止，山田裕希已经被击倒了3次，自然焦富开已经占据了大量比赛点数。如果比赛正常进行的话，山田裕希获胜显然不太可能了。倒地之后就不要再对这个是不允许的，他还没有3点支撑，因为他还没有3点支撑，他还没有完全支撑。对，在倒地的过程中呢，第2次强读。第二次强夺。连续4次踢在同一个地方是吃不消，因为他运动员的腿都很重。广场裁判毛金宇告诉这个对方倒地，你不要再踢了，像这种倒地不能再踢了啊！现在我们看到日本的山田裕希也很聪明，还有10秒，给我10秒。哇！再次，小编已经开始怀疑山田裕希今天来中国打比赛，并不是为了获胜，而是为了体验一下挨揍是什么滋味。山田裕希的防守就跟纸糊的那样脆弱不堪，焦富开简单出拳出腿就能将其击倒。就这样，山田裕希认清楚了现实，躺在地上开始思考自己为什么要来中国打比赛。不过，山田裕希好歹是日本3冠王，不被打死是绝对不会放弃。
我们是这个每一回合有这个2次的强读的机会。然后呢，刚刚还是最后的这个关头可以说是回合的钟声救了山田裕希。但今天这场比赛里面是场上一边倒啊。是的，主要是看焦富开这种表现，他毕竟在去年的昆仑决终身之战当中进入了4强，其实水平放在这儿。比赛来到第2回合，首回合山田裕希明显被揍得不轻，于是打算在这回合找回自己的脸面，跟焦富开拼命。结果焦富开再次出腿，将山田裕希踢回了现实。先不谈山田裕希今天能不能活着走下擂台，单是焦富开的扫堂腿都能彻底踢瘸日本选手。然后你再跑，再一个扫堂，你看日本的山田裕希自我保护能力特别强啊！这第3个了。后老弟又是一次的强读，裁判这个毛巾再次给他这次强读，因为3次后倒踢嘛，对不对？山田裕希真是抗击打能力超强。山田裕希明白自己今天在中国擂台上凶多吉少，稍有不慎就有可能会被焦富开打成重伤。于是山田裕希不再忍让，爆发了自己的全部实力。与其白白等死，不如放手一搏，说不定还能在焦富开面前打满3回合。再放一个，现在这个焦富开要再想，既然他以前能防住的话啊，对，用拳头再打击对手。你看看山田裕希的这种战术。现在看来，这个山田裕希的支撑腿确实是他的短处。对，所以焦富开攻击他支撑腿。KO，结束了，再次 KO 了。不是说对方见有意识防你这个扫踢，对不起，那就重拳嘛，对不对？是。果然不出所料，一个后手重拳 KO 对手，过瘾。焦富开可以说他的绰号隐形战机就让别人琢磨不透，在多次的进攻腿部之后，一锤用拳定音。最后公布比赛结果，焦富开实至名归，赢下了比赛最终胜利。大家认为焦富开本场比赛表现如何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，我们下期再见。